提起此事，否则就如同那天王座下的尸体一样。一晃，20年过去了，我以为此事也会像天王座下的尸体一样，随我们一起埋进坟墓。直到我发现了这个。 我知道，我们4个人里，终于有人熬不住了。果不其然，第2天，我便得知陛下要到感业寺礼佛，欲花重金重塑金身。我生怕20年前的事情败露，于是毛遂自荐，随陛下一同下到感业寺。现在想来，这一切都是欧阳昊天的阴谋。其他2位大人，想必 也收到了同样的东西吧？果真是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啊！师太，我在这佛门清净之地犯下如此污秽之事，实在惭愧得很呢。阿弥陀佛，生死死生，生生死死何时了？色空空色，色色空空何时消？周施主， 观一切有为法如实相，所谓无常、苦、不净、不久住，刹那生灭，非为前既生，非为后既来，非为现在住。天女散花，花不沾衣。周施主，放不下的只有你自己呀。唉，如果欧阳昊天和我能早日受到师太这般指点，或许 就不会有今天了。阿弥陀佛。王大人，我们走吧。来人，在，把周大人押下去。诺。等等，周大人，我想知道埋在天王底下的那4个妃子，究竟是何人？不知道，现在也不会有人知道了。狄老弟，有些事情不知道，总比知道好。 这就算我的教训吧。喂，什么到底是谁啊？哎呦，一个人想什么呢？很痛啊，你知不知道？莫非你还在想20年前的案子吗？那个周道说话不尽不实的，我总觉得他掩盖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，还有很多谜底没解开呢。我想明天禀明皇上，把天王底下的尸体挖出来，看看有什么可以证明他们的东西。 既然此案已经告破了，与此案无关的事情，你又何必再节外生枝呢？你不觉得那4个妃子死得很惨呐？如果到最后还不能确认她们身份的话，岂不是很可怜吗？哼，说了半天还是为了女人啊？这跟女人有什么关系？怎么会没关系啊？你想一想，如果那下面埋的是4个男的，你还会那么有热心吗？ 好像有点道理哈。好了，那个李婉清，啊，总算我们也是还了他一个清白。完全不可以想象。欧阳昊天是跟先帝打天下的老将，久经沙场，这件事情对他来说，简直就是小菜一碟。狄公子，哎，可否拜托你一件事？请讲。 4位妃子的事，
常年被压在天王之下，甚是可怜。可否请你向皇上禀报，让他们入土为安？完全没问题。谢谢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婉清姑娘，我觉得你好善良啊，哪像有的人啊，一天到晚只知道找证据啊，找证据，找证据啊，找证据啊。什么事啊？没事。婉清姑娘，你心眼好，菩萨一定会保佑你。可能我从小就是孤儿，自幼在感业寺长大，所以才会感触比较深吧。原来婉清姑娘，你从小就进感业寺了。师太说，把我捡到的时候，还不到3个月，瘦瘦小小的。小虎啊，怎么回事啊？干嘛老提人家不开心的事儿，对不对？没什么。哦，对了，案子也结束了，你们是要回去了吗？2天之后启程。这么快？你们走了之后，这里又要冷冷清清了。怎么会呢？你看，如果没事的时候，我啊，小虎啊，是吧？我们都会回来看你的啊。哎，谁要跟你来？我自己来。我偏要跟你一块儿来。吵得要死！别吵啊你，吵死人了！来，进去吃饭去。哎，你们2个给我站住！走。婉姑娘，来，婉清。小虎。少爷，舒服不？舒服。痛快不？这里痛，轻点，轻点。哎，你们2个能不能安静一会儿？二宝，这个东西你从哪儿拿来的？哦，这是我从草丛里捡的，少爷说归他了。哎，少爷，你这回可帮皇上破了一个大案，你说他会不会一高兴赏你个官做呀？想得美呀你！本来就是啊，论功劳，你总比那个解藏头诗的大吧？找死你！怎么能贴在一起？有机关吗？好像是，可这个跟案件有什么关联吗？哎呀，我说你们别老疑神疑鬼的好不好？感觉什么都跟案件有关联。不过你说那个张大人也真是的，人都要死了，还吊什么书袋写什么诗啊？有时间抒发情感，就没时间逃命啊！哎，二宝，你再说一遍。我说你们别老疑神疑鬼的。不是这一句，最后那句。最后，我说他有时间抒发感情，就没时间逃命吗？错了，全错了。什么全错了？欧阳昊天、周到都错了。你说什么？我们为什么把这一点忽略了呢？这案件还没结束。什么意思？二宝，执笔。我们重新梳理一下案子。在第1个案子里，左将军赵双全死于密室。死的时候，所有人都有不在场的证物，除了张金鹏。但现在已经知道他不是凶手。在第2个案子里，死者称自己知道谁是凶手，但在指认凶手之前，却被杀了。在这个案子里，凶手利用下雨和脚印，制造了不在场的证物，延迟了杀人时间。在这个案子里，我们所有人都有杀人的可能。然后我们在死者身上发现了蕴含凶手名字的藏头诗，我们就确定凶手是欧阳昊天。可是，这有什么不对的吗？但是，我们即将逮捕欧阳昊天之前，
他被周道所杀。而周道杀欧阳昊天的理由，就是猜到他是前几次凶案的凶手，为求自保，把他杀了。你们看，有没有发现不对劲的地方？我知道了，是欧阳昊天。对，就是欧阳昊天。当所有人都指认欧阳昊天是凶手的时候，我们却没有足够的证据去证明这一点。不是有藏头诗吗？就是这首藏头诗，把我们引向错误的方向，让我们忽略了案发现场留下的疑问。在第一个案子里，当所有人都有不在场证明时，凶手如何杀人？在第二个案子里，所有人都有杀人可能的时候，我们如何确定凶手？那你的意思是质疑我的推理，认为我解读的藏头诗有错喽？不是，你解读没错，关键在于藏头诗本身。藏头诗本身怎么了？我在想，张晋鹏留下的死亡讯息，是不是本身就是个陷阱？怎么可能？那首藏头诗绝对是张晋鹏亲手所写的。问题不在于诗是不是他亲手所写，而是什么时候所写。这个问题是二宝刚才提醒我的。哦，我？对，你不是嘲笑张晋鹏有时间写诗，没时间逃跑吗？你们想一想，如果有人要杀你，他会不会站在一旁等你写完诗才下手呢？这么说，之前周道也说了，第一个被杀后，他就猜到凶手就是欧阳昊天。周道如此，张晋鹏也可能如此。这么说，这首诗并不是看见凶手后传递给我们的死亡信息，而是死者对凶手的一个猜测。赵双全被杀后，张晋鹏也预感到自己可能要被杀，于是约我见面。他怀疑欧阳昊天就是凶手，所以匆匆把他的名字写成藏头诗。不料他这举动被暗中监视的凶手发现了，真凶将计就计，赶在张晋鹏与我见面之前把他杀掉。并成功将杀人的罪推到了欧阳昊天身上，正是如此。可是，当年犯案的4个人，要么已死，要么被捕。那凶手到底是谁啊？难道杀人的这真的是嗜血天王吗？天王，谜一样的妃子，杀人动机，不该知道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呢？看来不将20多年前的谜底解开，这一切就无法完结。参见主上。进来吧。谢主上。主上英明，那李治果然沉迷在感业寺的温柔乡里，不能自拔，更无心朝中之事。一群废物，都离不了女人的裙子。李家的后人真让人汗颜呐！这感业寺最近闹鬼，跟随的大臣都相继毙命，大家都说是天王在杀人。闹鬼？世间有鬼的是人的心理，看来
是有人要和李治过不去。那好吧，我们就省点力气，让他们先折腾，不要擅自行动。等一切原形毕露，再做决定也不迟。是，主上。去吧。敢问狄公子，为何一定要找到老婆婆呢？与20年前案子有关的人，现在只剩她。若不解开妃子的死亡之谜，天王杀人也不会结束。可是，她是个疯婆婆，而且她说的话……哎，疯子说的话才能相信。那狄公子还是自行前往吧。不行啊，老婆婆只跟你说话，你必须去。哎。等等，老婆婆不喜欢陌生人，所以你不要乱讲话，跟着我就好。好。老婆婆，老婆婆，老婆婆，老婆婆。老婆婆，不要，别过来！别杀我！老婆婆，别杀我！不要怕，是我。别杀我！老婆婆，别怕，我是婉清的朋友，我们之前见过的。婉清，是婉清的朋友。婉清好，婉清好。老婆婆，我们今天来是想问你一个问题，有关于天王。天王？对，就是天王殿里的天。嘘，天王殿里的天王会杀人的，外面的人杀掉，杀了，我看见了，把头砍了下来，杀了，都杀了。陪葬品，你们都是陪葬品。是诅咒，都得死，你们都得死，你们这帮贱人，反抗天王的人都得死，都得死。老婆婆，那谁是反抗天王的人呢？嘘，佛说不可说，不可说，不可说，不可说。老婆婆，婉清，婉清，你怎么了？
婉清，婉清。现在唯一的线索也断了，你说怎么办吧？这个人到底会是谁啊？你是唯一跟他交过手的人，你感觉他会像谁？不知道，只是什么？梦瑶，婉清怎么样了？你摇什么头？我问你她怎么样了？呼吸和脉象都是正常的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她就是醒不过来。那她还要睡多久啊？幸运的话，1、2个时辰应该就能醒。如果说不幸的话，小虎，你去哪儿？小虎，你干嘛呀？让他静醒。你不要太过于自责了。婉清姑娘吉人天相，与其在这里怨天尤人，不如将凶手绳之以法，以解心头之恨。你不说我也会这样做。连无辜的人都不放过，太狠了。我狄仁杰赌上这条命，也要将凶手绳之以法。王兄，之前与你抬杠，真是不好意思。事到如今，请你助我一臂之力。我会的。哎，对了，你们在山洞里究竟发现了什么呀？没什么。我刚想问下去，凶手就出来把疯婆子杀了，而且凶手还戴着天王的面具。看来这个凶手早就注意到你们了。应该是这样。他不想让你知道20年前的事情，因此杀掉了疯婆子。看来你是对的，凶手隐藏在我们当中。如果凶手不是4位大人其中之一的话，那就是4大天。
晚辈有一个问题，不知道当问不当问。你说，赵将军死的时候，杜太傅提起过，你跟赵将军不和，说你嫌弃他出。晚辈不敢，只是想打听一下赵将军的身世。你是说赵双全？其实老夫很佩服他，这个人很不简单，颇能审时度势。他和欧阳昊天原本是尹太子李建成府中的小小的府兵头子，原本在仕途上毫无前途可言。不料，在玄武门一役中，二人突然倒戈，背叛了李建成，拱手交出东宫，使得先帝兵不血刃拿下了太子府。从此一战，二人成名，突然摇身一变，变成了先帝的亲信。从此以后，仕途平坦，步步高升。这么说，欧阳昊天和赵双全是李建成的旧部？确实如此。是这样吗？还是有什么不对？有什么不对吗？
请问明空师太，这冰窖谁掌管的？因为这冰比较珍贵，一般只有我和几位师太知道。那就说得通了，所有的谜题都解开了。杀赵将军跟张大人的，就是他。狄仁杰，你把大家都叫到这个房间来，到底是想玩什么把戏？回禀陛下，我想在此解开赵大人被害真相。王兄，其实凶手用了一个很简单的机关，大家请看这里。这是什么？大家可以把这个人偶想象成赵双全大人，凶手就是先用迷药把赵双全大人迷昏，然后再把这把剑架在这里，可以刺到他颈部的位置。凶手为什么要如此大费周章呢？就是为了制造不在场的证明。梦瑶，你还记得当时的情况吗？我记得当时我们听见房间里有东西撞碎的声音，后来我们几个人跑到赵大人的房间，可是房间里面除了已经被杀害的赵大人，什么人都没有。啊！没错，我们一直以为凶手在杀人时不小心打碎了陶罐，所以我们把陶罐破碎那一刻，拥有不在场证明的人都排除在疑凶之外。但实际上，陶罐破碎之时，凶手已经不在场了。什么？凶手把迷昏的赵大人搬到这里，又用小鬼固定好道具，等时辰一到，陶罐就会自动落下。可是，怎么才能让这个陶罐落下？凶手用了一件很简单的东西。梦瑶，我为大家准备了杨梅汁。杨梅汁，这不对，是冰，难道？杜太傅好眼力，没错，就是冰块。凶手把冰块放在地上，在上面放一根木棍，再加上陶罐。等冰块渐渐融化，就是这样。冰融化之后就变成水，所以我们来到现场就会发现这里有一些奇怪的水迹。可是照你这么说来，任何人都有可能设这个机关，害死赵大人。可以说是，也可以说不是。此话怎讲？我一直没有解开这个机关，是因为我不知道感业寺有冰窖。可是今天明空师太送来杨梅汁，我才发现这个秘密。冰在此地很珍贵，感业寺里面只有4个人可以自由进出冰窖，那就是明空师太、眼文师太、慧元师太，还有李婉清4人。以你的说法，这个凶手就在这几个人之间。没错，少爷，您错了吧？怎么可能？师太们慈悲为怀，普度众生。婉清姐又那么温柔，那么漂亮，怎么会啊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其实这个机关有小小的瑕疵，就是凶手杀人之后又赶回来，冒险收回道具。收回道具？少爷，你说的是这个吧？对，还有小鬼。凶手一定要在杀人之后冒险回来收回道具，不然的话麻烦就大了。所以，凶手一定要装着是第一个看见尸体的人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所以，你就是真凶。你算好陶罐掉落的时间，然后跟眼门师太去查访。怎么了？当你听到陶罐掉落时，
你就跟叶问师太来到赵大人的房间。赵施主，赵施主，你没事吧？赵，门没锁。赵施主，赵施主，死了！阿弥陀佛，快叫人去！是，去啊！你用行动不便为由叫叶文师太去叫人，这时候你快速进屋，把小鬼、木棍跟冰块收掉。本来你想把水迹都抹去，但是我跟元芳已经来到，不得已，你只好将水迹留在地上。师太怎么可能杀赵大人？不可能的。再说，当时我也没看到泥塑小鬼呀。叶文师太，你仔细想想，是你没看到，没留意到，还是被吓到根本没去看？这真的记不清了。不，这不可能。陛下一定是弄错了。师太她身体不好，腿脚也不方便，就算第一个案件她勉强能完成，那第二个呢？再说，婉清被一个黑影打倒，凶手又逃走了。以师太来说，她根本不可能做到的。对呀，这泥塑小鬼是从何处寻来？怎么就见得他是凶案现场之物？狄仁杰，这2点你如何解释啊？陛下，泥塑小鬼是我家家仆二宝在感业寺后院发现的。本来我以为是普通的玩偶，没有在意。但是元芳兄意外发现2个小鬼可以背靠背贴在一起，所以我就把这个跟案件相关联。我想，应该是凶手销赃不及时，意外留在草丛，对吗？还有第2个疑问，就是如果慧元师太真的是双脚不方便的人，那只有天王才可以杀人。渐渐之时，渐非是渐；渐由离远，空空者也。空既不空，空亦复空。哎，你不说人话，是不是会死啊？就是我们太过执着眼前看见的东西，所以没法了解事物的本质。荒谬！你的意思是，师太一直在装瘸子？不会的，这不可能。慧元师太的脚在10多年前就坏了，一个人怎么可能？确实，一个人怎么可能花一辈子时间去装一个瘸子呢？舍弃自己真正的生活，把真实的自己包裹起来，在其他人面前永远去扮演另外一个角色，确实不易。如果换作是我，肯定不会成功。这种牺牲，非常人所能。可是，如果一个人想有所得的话，首先要学会的就是舍。有舍就有得。慧元师太，我说的没错吧？我觉得不太可能。就算他想杀人，他也不一定非得装成瘸子呀。正好相反，如果想完成天王的复仇，这个假扮是有必要的。为什么？陛下，正因为慧元师太双脚不方便，所以他才是杀害前面2位大人的那个凶手。你有什么证据？有一个证据，二宝，这个道具在前2个案子里面也出现过，它就像鬼魅一般，在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，在该出现的地方却凭空消失。